你究竟想怎么样？就算纸包不住火，现在也不是暴露陆泱泱身份的时候。无论如何，必须得等三殿下跟盛云珠的婚事定下来。哼，国公大人这句话问得真是奇怪。我想怎样？我也很想知道，国公大人无缘无故的喊我过来，就是为了要问我想怎么样吗？什么时候我一个外人在你们国公府如此重要了？今天是你三姐姐的吉吉礼，你却弄坏她的礼服。我叫你过来是为了问你是何居心。真有意思啊！刚刚你们一群人嘲讽我没爹没娘，这怎么转眼我就多了一个三姐姐啊？这三姐姐从哪儿来的？国公大人要不要解释一下？我实在是没有听明白。泱泱妹妹，我自问从你来国公府便一直待你不薄，你明知今日是我的吉吉礼，却故意弄坏我的礼服，想害我出丑。我已经处处忍让于你，你究竟要怎样才能放过我？父亲只是心疼我受委屈，才叫泱泱妹妹过来问一问是怎么回事。泱泱妹妹何苦这么对我？你说我弄坏了你的礼服？盛云珠下意识地想躲，但是顾及到身后的萧家老夫人，她还是强忍着跪着没有动。你做什么？陆泱泱伸手从她手里将那枚原本准备插到盛云珠头发里的簪子给夺了过去。哎呦，你大胆！你们家留着这个无法无天的丫头是什么意思？若是冲撞了老夫人，你们盛国公府担待得起吗？这丫头不是我们家的人，我们一定会把她给赶出去的。祖母，你在说什么？凭什么要把泱泱赶出去？就算是要赶出去，也是把盛云珠给赶出去吧。我一大早就跟泱泱在一起，根本没出过院子，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她那件什么礼服，怎么毁坏？你们冤枉人都不需要证据吗？这件衣服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到府里的？说泱泱弄坏了，谁看见了？什么时候看见了？这些你们都问清楚了吗？问都不问一句，张嘴就给泱泱定罪，你们都不觉得羞耻吗？住嘴！李老夫人的眼皮跳得厉害，这群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捂住了盛君夜的嘴，盛云娇又跳了出来。陆泱泱，你干什么？众人看着陆泱泱的动作，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陆泱泱当真是疯了不成？她一个来盛国公府打秋风的孤女，怎么敢？她是怎么敢这么嚣张的？我脸上这一伤，当初是拜你所赐。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哼，不如就现在吧。陆泱泱，住手！你疯了！哎呦，天哪！陆泱泱，你找死！盛国公再次举起手，只是下一瞬，谁也没看清两人中间何时多了一个人。滚开！父亲，够了！你……盛国公怒不可遏，恨不得直接杀了陆泱泱，却又不得不忍下。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他真疯了吧？他怎么敢的啊？他不会找我算账，也把我的脸给划了吧？有我在，他不敢。来人，去请太医，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三姑娘的脸给治好了。我的脸怎么了？镜子，快给我镜子！我的脸怎么了？你的脸当然是要留疤了，还能怎么？我这人一向恩怨分明，当年烙铁烙在我身上的痕迹有多深，刚刚我簪子落在你身上的深度就有多深。你若不满意，改天我再找个烙铁来，让你好好感受一下。陆泱泱，你这个疯子，你这个疯子，你还不如干脆杀了我。好啊，杀了你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还得准备一下，比如找个深山老林，把你扔进满是尖刺的陷阱里，让你在里边熬上几天几夜，听着野兽在外面嘶吼，就跟当年你想杀了我时一样，一报还一报。你胡说，你胡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滚啊！救
央，你究竟想干什么？哼，圣国公是耳朵不好是吗？我刚刚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一报还一报，我这才还了他一报而已，差远了呢。你不是说我毁坏了他的礼服吗？我当然要告诉他了。以我跟他之间的仇恨，毁他礼服才哪儿到哪儿。我若出手，起码扒了他这层皮才对。您说是吗？周围人俨然也没有想到事情能发展到这个地步，更是忍不住继续猜测起来。三殿下驾到，五殿下驾到。敢问圣国公，还是发生何事了？今日不是贵府三姑娘的吉祭礼吗？怎会弄成这样？圣国公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三姑娘，你还好吗？盛云珠看到眼前俊美温柔的男子，满腹的委屈涌上心头。她费尽心思筹谋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嫁给眼前人，成为他的妻子，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子妃，成为万人之上的皇后。可这一切都被陆泱泱给毁了。三哥，你可终于来了！你是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差点把外祖母都给惊扰了。外祖母，您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这就叫人送您回府。实在是对不住，劳您受累了。让殿下担心了，老身没事，只是确实也有些大开眼界。这位陆姑娘的教养且就不论了，这在三姑娘的及笄礼上公然划上了三姑娘的脸，属实是叫人心惊。三殿下闻言惊疑不定地看向陆泱泱，又看向地上的盛云珠。盛云珠一咬牙，攥紧手指，忽然起身朝着三殿下身旁的朱案重重地撞去。三姑娘，三姑娘这是做什么？你是圣国公府的姑娘，受了这样大的委屈，自会有人给你做主，绝不会放过行凶之人的。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云珠多谢殿下垂怜，只是云珠实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竟被人这样当众羞辱还不算，还毁了。云珠还有何勇气活在这世上？不如死了干净。殿下就成全云珠吧。圣国公大人，按理说这是你的家事，本殿下不该插手。只是本殿下同三姑娘也算朋友一场，实在是不忍心见她如此被欺辱。我大招律法，故意伤人者按罪论处。若是圣国公无法妥善处置，那本殿下只好报官请官府来处理了。请殿下放心，这位陆姑娘同我们圣国公府没有任何关系。今日她故意伤人，我一定从重处置，并将其赶出圣国公府。父亲，大伯父，你怎么能这样？大哥，这事儿要不要再商议一下？毕竟这是盛家的家事。哎呦，是不是跟大嫂说一声？哎，对，跟大嫂说一声吧。泱泱她也是大嫂的远亲。来人，将陆氏女拖下去，打50鞭，驱逐出京，永远不得返回京城。盛云珠听到盛国公对陆泱泱的处置，满心的不甘。陆泱泱毁了他的脸，父亲就这么轻飘飘的打他几鞭子赶出去就完事了吗？斩草要除根，留着陆泱泱，他的身份永远名不正言不顺。圣国公是想造反吗？陆泱泱，你胡说什么？我说的不对吗？将我驱逐出京，永远不得返回京城。怎么，京城是圣国公你做主吗？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能够决定我能不能回京城的，起码得是陛下的圣旨才行吧？圣国公所说的话，难不成……闭嘴，休要胡言乱语！我只说将你送出京城，若你有本事回来，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与圣国公府无关。自今日起，你与圣国公府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永远也没有关系。你确定了吧？是。
永远。看见了吧，我已经跟圣国公府恩断义绝了。既然如此，那有个故事也该结尾了。我来圣国公府时，你送了我一个丫鬟叫袁杏，我很是喜爱。后来她屡次偷偷跟你报告我的行踪，我一时生气就将她给赶走了。没想到后来我再见到她，竟是得知了一个奇怪的秘密。盛云珠，原来袁杏的那对弟妹是你的亲弟弟和亲妹妹呀。盛云珠两眼一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声音：来了。那袁杏说她娘亲是个寡妇，带着她给你爹做了外室，还生了一儿一女，你就是拿捏着她娘跟弟妹，逼迫她来为你做事。后来因为没让你满意，你还把人给卖到了青楼。怎么说你们也算是一家人，看不出来啊，你做事都这么赶尽杀绝的吗？陆洋洋，你闭嘴，你胡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冤枉我，污蔑我？你到底怎样才能放过我？你都要离开圣国公府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你非要把我逼死不可吗？这点小事一查便知，你慌什么？我没有。盛云珠此时很想要保持理智，可他万万没想到陆泱泱竟然这么剑走偏锋，提起了袁杏跟他那对弟妹。这才是让盛云珠最没有办法淡定的事情，因为他心里清楚，圣国公最讨厌的就是欺骗。父亲，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袁杏是谁，我只是按照母亲的吩咐给陆洋洋安排了个丫鬟，我也没有让那个丫鬟监视他，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圣国公眉心紧锁，双目阴沉的几乎要将盛云珠撕碎。盛云珠这番惊慌的姿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确实早就知道袁杏的身世，知道袁杏那双弟妹跟他的关系。同样的，也就是说他早就知道她不是盛家的亲生女儿，她的父母另有其人。盛云珠，原来你早就知道，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泱泱说你幼时故意将她跟你交换，我始终不敢信。我不敢信一个2、3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那样深沉的心机。现在看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傻子呀！你一直都知道你自己的身世，知道何家人才是你的家人，而你却把我的女儿毁了容貌，扔到山中去等死。我这些年好吃好喝的供养你，甚至为了感恩，处处纵容你提拔何家人，叫他们也锦衣玉食，而我的女儿在荒山野岭的陷阱中求救。自3岁起就吃败家饭，衣不遮体，屋不挡风，没有一日吃饱穿暖，艰难地活着。泱泱来家里时说你是仇人，我不信。我还想着，毕竟养了这么多年，你是个好孩子，我把你留下也是为了我的女儿积德，想让你们好好相处。甚至后来你处处针对泱泱，我也只当你只是心中稍微有些不平衡。原来是我错了呀，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你就是我的仇人。为了钱，为了荣华富贵，全家合伙要害死我女儿的仇人。
我却还把你这样的仇人养到这么大，养得这么好。你是不是午夜梦回，都要嘲笑我，嘲笑我跟个傻子一样被你耍得团团转？你的生父拿着我给你们的钱出去喝酒赌博，养外室生儿育女，你们一家人过得逍遥快活，真可笑啊，真是太可笑了。我兰因此生眼瞎心盲，错信了你这个天生的毒血，害得自己的亲骨肉流离失所，受尽苦难。好不容易接回来，还要被你们所谓的什么善心，什么权势阴谋所裹挟。明明孩子在我跟前儿，却不能告诉别人，我的亲生女儿另有其人。圣国公，圣其身，你我夫妻20余载，我为你生儿育女，打理内务，给你纳妾，教养庶子庶女，不曾对不起你半分。今日兰因不求和离，只求休书一封，自请下堂。不求和离，自请下堂。在兰因说出这句话之后，整个院子都彻底安静了下来。宾客们只觉得脑子都不会转了。夫人，是我没有弄清当年事情的真相，此事我们回头再说。今日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们先让宾客离开，然后再说，行吗？你要跟我女儿说什么？说你当年怎么死皮赖脸的把她娶回家，让她跟着你担惊受怕东奔西跑，被歹人挟持艰难产子，想方设法的安顿好孩子，你却连找都不找，好不容易找回来，如今又要为了仇人把亲生女儿给赶走吗？哼，圣其身，你可当真是铁皮铸造的脸面，无耻至极。去，吩咐下去，现在就给你家姑娘收拾东西，今天就走。我们兰家的女儿要归家，我看谁敢拦，谁又敢说三道四。岳父大人，你听。圣国公下意识地想拦，谁知下一刻，兰太傅直接从袖中掏出一枚戒尺，抬起戒尺，毫不客气地冲着圣国公脸上抽了上去。我兰自古一生教学生无数，这辈子做过最瞎眼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把女儿嫁给了你这种狼心狗肺之辈。我外孙女泱泱有时受尽磨难，被恶仆恶女故意调换，用烙铁毁她容貌，将她扔进山中等死，无依无靠，独自一人长大。好不容易盼来亲生父母发现真相寻来，你这个当父亲的却不肯听女儿一言，偏袒仇人，祸害亲女，你有何脸面当父亲？你圣其身，但凡还有一丝的羞耻之心，就不会做出为了仇人要把亲生女儿赶走的事情。护犊尚且不识字，你圣其身倒是畜生不如，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且告诉你，今日便是你不写这份休书，我上书陛下，也要将兰英给带回家。嫁与你这种人，才是丢尽我兰家的脸。你住手！你快住手啊！你凭什么打我儿子？那陆泱泱乡野丫头一个，没有教养，不尊长辈，不友爱兄弟姐妹，将她认回来才是祸害我们国公府。我们好端端一家人，自她回来生出多少事端呢？我就说一开始就不要将她给接回来，也省得闹得一家子不安宁。当年出生时就该将她给溺死，也省得后来这么多的祸端。哼，很好，所以你们圣国公府就承认了，你们就是为了一个仇人之女，半点不顾念骨肉亲情。方才我进门之时就听见了，你们要同泱泱断绝关系，此后永不来往。那我这个做外祖父的，
就在这里替他把这个断绝关系给做实了。从今日起，陆泱泱与你们圣国公府恩断义绝，你们可有话说？没有，你们蓝家想要，就带着那小贱人立刻滚！蓝太傅讥讽地冷哼一声，看着圣国公满是不屑。圣国公被这样赤裸裸的眼神给刺激得满目猩红。他知道，今日的场面已经彻底脱离了他的控制。哎呀，儿啊！哎呀，你没事吧？哎呀，天哪，天哪！来人呐！快来人呐！阿姨，你快来，扶着你父亲，快去找大夫，找太医呀！哎呀，快点啊！这怎么办呢？盛君义站着没动，不知道是被惊到了还是怎样。我没事。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害的！你滚，赶紧滚！我倒要看看，离了圣国公府，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能有什么前途？我有什么前途，就不劳老夫人你操心了。陆泱泱此刻心情畅快，唇角都是扬着的。宣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女陆泱泱在阳关城天花疫病一案之中，发现天花防疫法，拯救阳关城数万百姓与将士，功在社稷，利在千秋，为当世医者典范。特赐郡主封号，赏赐郡主府一座，赐黄金1000两，良田100顷，奖10亿800。钦此。郡主，接旨吧。陆泱泱接过圣旨，震惊地看向了太子。陆泱泱怎么也没想到，太子会给他带来一封这样的圣旨。陆泱泱，你这个恶毒的小贱人，一定会遭报应的。好好看看，遭报应的是你呢。娘，外祖父，盛家姑娘的及笄礼应该不欢迎我，我们可以走了吗？一家人一起转身离开这个如闹剧一样的地方，连头都没有回一下。盛云珠期盼已久的及笄礼办成这样，他再也承受不住，彻底昏死过去。朕听说阿雀去找那个小姑娘了，齐身跟蓝夫人的女儿，这事儿倒是有意思。这戏文竟然还成真了，朕听说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说到这个小姑娘，你还有没有印象？还在她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你娘说，若是蓝夫人生个姑娘，定要提前定给你，省得别人家抢走了这个天下第一的美人儿。阿雀呀，你过来跟爹说说，你这年纪如今也不小了，你是如何打算的？那丫头及笄了吧？哎，不如爹去找蓝夫人提一提，将你们的婚事定下，你意下如何呀？蓝夫人虽然离开了圣国公府，但她是蓝家女，旧时同你娘也是闺中好友，她的女儿同你也算是有缘分。爹从前答应过你娘，你的婚事定要过问你的意见。朕这想来想去的，也不曾寻摸到合适的，倒是这小姑娘有点意思。齐北的事儿她立了大功，这2年替你针灸，效果也不错，日后也能照顾你几分。朕明儿个就叫青天剑算个好日子，把她给你娶回来，成不？这几年，自从他腿伤之后，各方心思浮动，有关盛云珠跟老三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父皇也从未提起过旧时母后口头提起的婚事。如今真假千金的事情闹出来，蓝夫人带着陆泱泱离开了盛家，这桩旧事倒是被提出来了。无非是如今陆泱泱身上无关权势，他的好父皇故作大度，想来成全一桩美意，多可笑。父皇，儿臣无意娶妻。这是为何？阿雀，你不是挺喜欢那小姑娘吗？你们这也算是缘分了，如今再相遇，正是天作之合。怎么？父皇，儿臣不行。
朕问过太医，说并不影响。不影响娶妻是吗？儿臣这是心病，心病难医。太医应当同父皇讲过，莫说是他不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行。既如此，儿臣何故娶妻？若需要人照顾，这东宫这么多的宫女内侍，还不够用的吗？话虽如此，就没有一点可能吗？父皇，这轮椅我已经坐了3年了，父皇觉得还有可能吗？阿雀，爹不是这个意思，爹是看你挺喜欢那小姑娘，想着也合适你，不如娶回来。这你看你，哎，都是爹的不是，你别气，当心别气坏了身子。哎，好，爹不说了，你好生歇歇，爹就回去了。你看看，朕不过说他几句，还说不得。朕也知道他从前心高气傲的惯了，这几年，朕还想着无论如何总该让他留下个子嗣。陛下看着殿下长大的，哪能不知道殿下的脾气？殿下好心，心疼那姑娘呢。你说的有道理。哦，对了，帖子都下了吧？过几日朕也见见那小姑娘，听说是伤了脸，不知道严重不严重。不过呢，倒也不打紧，阿雀喜欢就行。昨个北燕氏递了折子过来，说要择一位公主和亲嘛。确有这事儿。你觉得谁合适呢？冯大坚脸皮微颤，讪讪的不敢开口。小离不能去和亲，我不同意。你想让他去和亲，你先杀了我。离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明明艳阳高照，他却像是走在寒冬腊月里，比去年在西北的漫天雪地还要冷得多。他的舅舅跟他的娘亲在宫里，他的舅舅还想让他去和亲。宫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离端目光呆滞地望着中央的高台。他听见舅舅来了，也知道娘亲也过来了，他却没有勇气抬起头去看他们一眼。大昭皇帝陛下，这位是我们大燕皇帝的外甥女纳兰云烟。我们大燕皇帝没有爱女，就打算将他最宠爱的外甥女云烟郡主送来大昭和亲，以示我大燕与大昭和平友好的协议永存。云烟见过大昭皇帝陛下。大燕皇帝如此心意，朕又岂能辜负？云烟郡主花样年华，朕的几个儿子也恰好到了适龄婚配之时。这样吧，云烟郡主且安心住下，朕答应你，择一皇子与你成婚，如何？云烟谢过皇帝陛下。好，来人，快给云烟郡主赐座。不瞒皇帝陛下，本王还有一事相求。哦，翼王不妨说来听听。本王一向仰慕大昭文风鼎盛，十分向往，有心想要求取陛下的明珠，还望陛下应允。朕从前听过不少翼王的事迹，十分欣赏翼王，能得此佳婿，朕心甚慰。朕有一个外甥女刚到及笄之龄，与翼王也是郎才女貌，十分相配啊。朕便将她赐予翼王为妃，翼王意下如何？哦，不知是哪位姑娘，本王可否一见？离端，过来。离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下去的。若是从前他听到这话，让他去和亲的话，他早就要闹起来。现在他却连一个字都没有反驳，静静地走了出去。他怎么会想去和亲呢？他有喜欢的人啊，他心心念念地等着盼着，想嫁给最喜欢的人。可他若这样任性地嫁了，娘怎么办呢？所以不行，他得保护娘亲，就跟娘亲保护他一样。离端见过陛下。哟，离端今日怎么了？往日里那么闹腾，今天倒是安静得很呐。
今日是你的生辰，舅舅给你找个好夫婿，好不好？好。小离，陛下，离端他还小。好了，这事稍后再说。本王多谢大昭皇帝陛下恩赏。来，让我们共贺两国安宁，天下共昌。恭祝两国安宁，天下共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县主，本王知道头一次见面略有些冒昧，但是本王对县主十分的欣赏。听闻大昭京城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本王初来乍到，很是好奇，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请县主一同游览京城。离端麻木地点了点头，并未言语。赫连觉是聪明人，一眼便看出离端的心不在焉，他略有些遗憾。谁都希望美人能通晓心意，但也无妨，来日方长。护驾！护驾！有刺客！快护驾！把他那张脸擦干净，让朕看看，是何人敢如此大胆！伯自安！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在场的诸位记得这张脸的人不多，但还是有的。哼，大胆狂徒，行刺帝王，罪无可恕，就地处决。父王，暗杀之事事关重大，博大人归京之事亦需要慎重调查。儿臣建议，先交由大理寺审查之后再行处置。陛下，太子殿下所言极是。博大人事关两国邦交，贸然归京，背后必定牵连不小，还望陛下三思，查明真相之后再行处置。蓝太傅这一提，皇帝淡淡地瞥了赫连觉一眼。按理说，博自安应该还在北燕才对。陛下请勿误会，本王年前接到博先生病逝一事，实在不知博先生为何出现在此地啊。陛下，我就是来杀你的。我命不久矣，此生最想做的事就是回来杀了你，因为22年我等得太久了。忽然一道人影如风般朝着博自安跑了过去，是长公主。她不知何时已经从座椅上起身，冲着台上的博自安跑了过去。父王，此事与姑母无关。父王，太子试图求情，可话都还未说完，皇帝手中的长剑就已经离了弦，没入那一身绚烂的红衣，刺穿了长公主的身体。是谁在花岗观雨，而我在看你。博自安，我来嫁你。娘，你醒醒啊！娘，你怎么了？你醒醒！娘，今天是我生辰，但我准备了材料，晚上回去给你做长寿面。娘，你不是说我做的长寿面最好吃了吗？娘，以后你每年都能吃2次长寿面，一次你生辰的时候，一次我生辰的时候，好不好呀，娘？娘，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娘！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娘，你不要再为我那么辛苦好不好？我没有关系的，我去和亲，我可以的，娘，真的，我好好的，你醒来好不好？你醒来好不好？娘，你别走，你别走好不好？你走了，我该怎么办？我们不是说好你会陪着我出嫁，说好了等我成亲也会回来跟你一起住。
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的，你答应我的，你你明明答应过我的，你说过我可以任性一点，因为有你在。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只想我一个，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只想我。满场寂静无声，只有离端低低哭求的声音。将县主带下去休息。陛下，陛下，我愿意和亲，去哪里嫁给谁都可以。你能不能把我娘还给我？我求求你，求求小丽，求求你，你把我娘还给我，你把我娘还给我，我用我的命去换，我用我这辈子，我用我下辈子，我用什么换都可以。我想要我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胡闹！将他拉开！禁军上前，陆泱泱下意识地挡在离端跟前。陛下，沈国公世子回京复命，请见陛下。老三，你安排一下，让诸位使臣先去行馆消息。过几日万寿节，朕再正式宴请。是，父皇。父皇，方才的事情还有疑点，请父皇恩准，由大理寺负责调查此案。准。盛君尧跟着领路的太监匆匆而来，路过表演台时，他脚步下意识地顿了一下，眼神一凛，拳头下意识地握紧。臣盛君尧奉命调查西北阳关城天花一案，前来复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说说查到什么了？回禀陛下，往阳关城投入天花疫病之时，京臣联合陛下派往阳关城的钦差一起，经过多方查证，确定是人为。天花疫病最早发生的地方是距离阳关城600里远朔州上林村，那个死去的行商就是朔州的商人。朔州产酒，其中上林村的上林酒尤为出名，而那个行商便是个卖酒的。上林村有人感染天花之后，村里人怕泄露此事影响生意，便将发病的那户人家给关了起来。等到那个行商前去收酒之时，有人趁机在那行商休息的时候，将豆荚放到了他的日用衣物里。行商收酒之后离开，直奔阳关城开始卖酒，结果没几日就在客栈病发身亡。臣亲自带人沿着线索一路找到那个村子，发现整个上林村都被一场大火给烧干净了。当地官员给出的解释是，上林村在酿酒时有人失误点火发生了意外，就因为是晚上，天干物燥，火势蔓延太快，所以来不及处理。全村200多口人无一幸存。你说什么？臣所言句句属实，绝不敢欺瞒陛下。臣叫人挖出那些村人的尸骨，让仵作验尸，发现大部分人在火烧起来之前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上林村全村200多口人其实是被灭口，并非死于火灾。臣在山中查访多日，终于找到一个幸存者，是村里的猎户。因为不常住在村里，所以被漏掉了。他在发现村子被人灭口之后，就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便躲进了山里。现在此人已经被转入刑部监管。他亲口招认，将豆荚放进那位行商身边的人就是他的妹妹跟妹夫。他们家穷，染病之后没钱买药，被村里人关起来，只能等死。就是这时候有人找到他们，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做的这件事儿。为了活命，他们只能铤而走险。也正是让他们做这件事儿的人悄悄瞒过村里人，将他们放了出来。而那个人混在商队里，在商队进入阳关城之前就找机会溜走了。
大概是知道自己会被灭口，这个人东躲西藏。臣正是为了找这个人，才耽搁了时间。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他了。臣顺藤摸瓜，阳关城天花一案，幕后真正的主使，正是大殿下。混账！去，立刻派人去宗科府上，将他提到刑部去，务必将此事给朕查个水落石出。皇帝简直是怒不可遏，他并不在意那什么上林村的几百条人命，他愤怒的是宗克那个废物都胆敢背着他搞这些小动作，且连尾巴都扫不干净。若西北镇因此出了问题，事后再爆出真相，那他这个皇帝都要被那个废物连累下罪己诏了。他怎么会生出这种废物儿子？此事你做得极好，不仅力挽狂澜守住了阳关城，解决了瘟疫的事情，又调查出天花案的主谋，你功不可没。说说吧，想要什么奖赏？陛下，臣为陛下尽忠，为百姓做事，是臣之本分，不敢求奖赏，只一事，臣惦记良久，还望陛下成全。哦，说来听听。臣心仪离端县主，今日离端县主及笄，臣斗胆求娶离端县主，恳请陛下赐婚。陆泱泱的鼻尖蓦地一酸，若是从前此时离端能听到这句话，怕是要高兴地跳起来，可现在他怕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朕也想成全爱卿一番心意，只是太不凑巧，离端这边朕另有安排，还需要再考量一下。此事就先这样吧，你还有什么想要的？陛下，臣仰慕离端县主已久，一直想等县主及笄之后便上门提亲。今日目睹此景，心中难忍，恳请陛下赐个恩典，允许臣帮县主安葬长公主，全臣一份心意。父皇，盛世子有此心意，只为离端县主，恳请父皇成全。众目睽睽，长公主死在皇帝的手上，怕是谁也不能开口为长公主收敛尸身，尤其宗室更加不可能为长公主主持身后事。现在盛君瑶提出来，只将此事算作对心上人的一番心意。皇帝刚刚拒绝赐婚，若是此事再不成全，事关长公主的流言必定是满天飞，不如好好的安葬了事。准。皇帝一走，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太子立刻命令工人安排宾客离场，将围着离端他们的禁军也都撤走了。你先跟我回去。父亲不如先回去想一想，你纵容盛云珠欺我妹妹，逼我母亲离府之事，如何同我交代吧。逆子！待我办完事，回去自会同父亲将之前的事一一掰扯清楚。盛君瑶丢下这句话，便大步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盛国公气得要命，偏偏太子已经命人过来请他离开，他只得黑着脸走了。我来晚了。你同脖子安是什么关系？什么时候知道的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参与这场刺杀？他说是我远房亲戚前来投奔于我，我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几日。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跟他也没有太多的交往。那接风宴之前，你去长公主府做什么？请求长公主帮你疏通关系进宫吗？我只是得了县主的赏，进府唱戏，其余一概不知。你最近活跃在京中权贵府上，多次提到礼部采选节目之事，是何用意？我刚刚挂牌唱戏，这需要的就是名声。若是能入选进宫，我往后就能名扬京城，多得些赏赐。明若的回答几乎没什么破绽，无论太子怎么问，他都能冷静地回复，同这2日大理寺卿的审问没什么差别。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我只是个唱戏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是吗？裴寂，用刑。明若抬头看了太子一眼，裴寂抽过刑鞭，啪的一声接一声就抽到了明若的身上。
都说太子殿下有明君之相，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看来也是一样，是非不分，只会屈打成招。你太吵了，吐上他的嘴，继续的。裴寂的鞭子一下又一下抽到明若的身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明若垂下头，渐渐没了声响。好了，走吧。大人，那个人没气儿了。那个明公子重伤而亡，去抬走安置吧，可以结案了。明若，怎么会是他？他怎么在这儿？他假死。你先帮他治伤，他是姑母的长子，薄长义。那您就这么把他带过来了，不会有事吧？已经找了死囚替换他的尸身。父皇就算事后怀疑他身份有异，查起来也只剩一具死尸。只要他离开京城，就不会有人能找到他。那你呢？陛下难道不会怀疑你吗？会，但是不重要，我自有办法应对。陆洋洋听他这么说，才稍稍松了口气。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有点古怪，但是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是哪里古怪。您早就知道他的身份吗？若早知道便好了。那天在表演台上，薄大人的身份一暴露，我便知道了是他。我那天同你说过，姑母是明靖王之后，明靖王父姓明月，他身为大将军觉得不好意思，便对外称自己姓明，明公子以明为姓。加上我见过他真容，他是谁并不难猜，只不过知道姑母身世的人太少，不会有人往这方面想。但我能猜得到，父皇多半也会有所怀疑，因此我才必须让明若这个身份尽快死去，好让他不再深究下去。谢凤燕刺杀的这个案子，仙音阁必然会受牵连。明若即便能证明自己无罪，他也逃脱不掉牵连。就算侥幸活下来，也会有人想要利用此案做文章。早日结案，对谁都好。这时，明若的手突然动了动，眼皮慢慢掀开。你醒了，还认识我吗？陆姑娘，太好了，还好，没有什么大碍。殿下，他没事了。为什么？明天一早，姑会安排人带你去给姑母送葬。此事之后，你就隐姓埋名离开京城吧。我的生死不劳太子殿下费心，我的命早在多年前已经没了，不过是早晚罢了。从前我尚有父母在世，如今父母皆死于狗贼之手，你觉得我需要你的好心吗？是殿下救了你。我不需要。你确实不需要。你明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你也明知道去找姑母只会给她带来麻烦，但是你恨这么多年，为什么姑母不能保护你？要让你被折磨这么多年，还要为了父亲的仇恨走到绝路上，所以你放弃了。你选择顺从他们的选择，想着既然如此，不如一起死好了。你闭嘴！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22年，你知道22年是多久吗？如今他什么都没等到，等到快要死了，连见自己的妻子一面都不成。他在被燕为之受苦，京城的这些人在干什么呢？狗皇帝的儿子们忙着争皇位，母亲高高在上当着他的长公主，他跟陌生男人的女儿享受着荣华富贵，整日吃喝玩乐。你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可以有朝一日像过曾经为了大周的安宁都一国为治的人吗？可以有一日高贵的太子殿下，我就想请问，你们这些人在享受盛世太平的时候，
想过当年的太平是怎么来的吗？你又不是他们所有人，你又怎么知道他们都忘了？当年荣国公为了北上救人，损了10万将士，荣国公满门因此获罪。那10万将士的命不是命，荣国公满门老幼的命不是命吗？确实有人忘了，但是总有人记得，总有人在为此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努力。重文太子北上是为了天下太平，那些边关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也一样是为了天下太平。你凭什么说他们忘了？更何况，你知不知道长公主她……陆洋洋别过头，没有再说下去。长公主这一生，何尝不是被困在囚笼里？这世间上的公平本就不多，你要报仇也可以，想拖着你所恨的人都下地狱也可以，我也只救你这一次。如洋洋所言，正是因为不公平太多，才会有人为此前赴后继的努力。这原本也不过是个人的选择，命是你自己的，一切好自为之。姑母这些年照顾我良多，我只是为了这个救你，倒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太子说完，便从明若的身上收回目光，看向陆泱泱时，目光温和下来。我留了人在院子里，你天亮之前离开，他们会处理后续的事情，我先回去了。本王听闻大招规矩，要为过世的人送上奠仪，本王也想略表心意，望县主不要嫌弃。多谢义王。本王能进去坐坐吗？不方便。盛将军，本王一直想找机会同盛将军结交一番，如今在大昭京城偶遇，也算是一种缘分。不知盛将军可愿赏脸同本王一叙？抱歉，义王想来应该清楚，我身为边将，最忌讳私会外事，怕是要辜负义王厚爱了。府中尚在丧亲，不招待外客，义王请便。圣君有，离端县主，有意思，看来这趟没有白来。殿下，明公子怎么样了？他今日去了姑母的葬礼，让人将他安排在了丧仪队伍里，丧事一结束就送他出了京城。我的人会护着他一路南下，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等日后安稳了，他可以回博大人的老家。殿下，小离和亲的事有办法吗？有2个法子。第一个，让离端闹自杀，死遁，从此以后隐姓埋名，远离京城，再也别回来。殿下不会怀疑吗？不需要怀疑，闹出来就是为了让他放离端一条生路，他不会追究。但是这个法子若是用了，他会给阿瑶赐婚，且不能拒绝。你说什么？他并非是非让离端去和亲不可，宫里还有几个适龄的公主，宗室里挑一挑，也能挑到合适的。之所以将离端提出来，是他跟姑母之间的暗中较量，并没有那么坚定，可能是警告，也可能是提醒，也或许只是他想将离端远远地打发走。但是赫连觉对离端很满意，姑母又因博大人而死，那离端就成了一个可用的筹码，也是一个必须要将他远远打发走的存在。如果离端嫁给义王，维系2国几年安宁，两全其美，他自然乐看其成。但如果让离端从此消失，隐姓埋名，那丢掉了这个最好的筹码，再换人就未必是这个家。